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上空灵的 C 六频道。前几天我发了一部影片，简单讨论了最近红牛杯比赛中 Hera 使用的战斗技巧，还做了几个简单的测试，结果反响还不错。我发现有蛮多人对叠兵这个技巧感兴趣的，所以这部影片我就来分享一些比较进阶的叠兵技巧。首先，我先解释一下名词，为什么我倾向于叫它叠兵，而不是坚守岗位巡逻，也就是比赛时两位主播 Dev 跟 T90 他们说的 Stand Ground Patrol。除了历史的因素以外，也就是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这么称呼以外，坚守岗位巡逻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用坚守岗位，而是要用不攻击姿态。而巡逻也不是必要的条件，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在原地点个几下，也可以把兵叠起来。我相信常玩小攻的玩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再来就是这个游戏在后期新增了移动攻击，很多操作都可以用移动攻击来代替。事实上，叠兵这个词可能也不太精确，这一套技巧的本质就只是穿人而已，他们的关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过以下为了解说方便，我还是会用叠兵这个词吧。在准备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些内容必须要对阵型、攻击姿态、巡逻或者移动攻击有一定的了解才比较容易懂。其实我也稍微准备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原本以为会很简单，但后来发现其实内容还蛮多的。因为篇幅的限制，这部影片我就不提那些内容了，可能以后再做个影片详细的去介绍这些东西，包含实战中要怎么去选择各种阵型、攻击姿态以及一些基本的控兵技巧。另外，这部影片里面的一些测试，我参考了一位 YouTube 的影片。影片的连接我会放在我自己这部影片的叙述里面，他的影片还讲了更多关于控兵的东西，有兴趣的也可以看一下，不过那个是英文的。那我们回到叠兵的话题，游戏里面的单位都有一个碰撞判断大小，也就是长宽高。例如一样40只骑士列队站好，就是比同等数量的弩兵还要庞大。一般情况下，单位是不能穿人的，它会有碰撞判断。例如，我要把一只骑士从这个队伍里面拿出来，它需要这样子绕。可是，在某一些情况下，这个碰撞判断是会被忽略的。例如，这整坨兵在做阵型变换的时候，像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些弩兵，它其实是可以穿彼此的。那这个时候，它的碰撞判断就是被忽略掉的。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巡逻的过程中，它的判断也是会被忽略掉的。所以在这个巡逻到某一个地方在折返的时候，那它就会有大量的兵是重叠的。如果说像我这样子把它停下来，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兵其实就已经叠起来了。接下来的所有内容都是基于这个忽略碰撞来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比较常见的工兵，除了上一部影片讲过的这种自己叠罗汉，像这样自己叠起来以外，其实还有一些蛮常见的。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城堡时代的时候，弩兵的射程其实是比 TC 还要多1的，这是5+2，这个只有6。如果说有萨拉森的队友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用弩兵来拆 TC 的。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因为射程只有多1，像我现在有40只弩兵，那40只弩兵，我如果想要去输出在这个 TC 的话，要是不小心走得太近，就会被 TC 射。如果说我直接点了分散的话，就是让他自己在最大射程去攻击的话，有可能我会被旁边的防御建筑打到，或者是因为自己太分散就被骑士给吃掉。这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这样的坚守岗位巡逻来叠，像我这样子可以直接把40只弩兵全部都给叠在一起。这个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情况，通常 TC 附近就会有其他的
军事单位或者是建筑物来分散弩兵。像我现在这些弩兵，如果一样是用坚守岗位巡逻，它会被比较靠近的建筑物所吸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这个不攻击姿态了。我一样是巡逻，但是这次是用不攻击姿态。那我把它巡到这里来。然后到了以后，我再把这些兵重新切回去坚守岗位，这样子它就会停在这个点。那我就达成了我把在有这些干扰建筑物的情况下，仍然是把弩兵全部叠在 TC 旁边的这个效果。不过这个风险也显而易见啊，你这样叠起来，如果被弩炮啊或者是投石车这样一窜下去，全部就没了。那你如果被秒光，请不要找我。那除了弩兵以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叠投石车嘛。叠投石车的话也一样，就是坚守岗位巡逻，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投石车我就一样可以把它全部都叠到一个点，不过跟弩兵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你有可能被对方的投石车一发就全部杀光了。这个是陆上单位，其实海上单位像战船也是一个十分适合拿来叠的单位。那原理全部都一样，我就不特别再去做一个影片来说明了，我就简单用讲的。像维京大战船的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碰撞体积非常的小，很适合透过叠兵，然后就可以大量的增加输出，这是它的优势。但一般的弩炮战船其实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技巧来大量的把它叠在一起的，只要小心不要被对方炸到就好。不过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因为火炮战船改版以后，它现在是有破山伤害的，然后再加上新版本又多了一个海上的投石船，如果你要这样大量的叠战船呢，其实也是会增加蛮大的风险的。近战单位也可以叠起来攻击，就像上一部影片里的测试，或者是红牛杯里面 Hera 所做的那个样子，原理一样，只是近战单位要叠起来的难度远远的比远程单位还要高。既然上部影片已经测了游侠打骑兵，这部影片我们就简单来测一下40只城堡时代的10+2骑士，来拆一个马厩，只从4格的这一个面去拆马厩。左边是叠起来的，右边是不叠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马厩损血是远远比右边还要快，差不多花了22秒就把马厩给拆掉了。那右边的我给它加速一下吧。右边如果不叠，正常去打，因为4格的空间非常的有限，大概打了1分07秒，也就是说，如果叠起来的话，拆马厩的速度大概是没有叠的3倍。如果对方被你的骑士开始敲马厩的时候，他可能会把村民拉过来，他预期他围得上的话，他就把村民拉过来，可能慢慢的修马厩，或者是在马厩后面再补新的墙。可是你这突然一个3倍速度去拆的话，对方可能会来不及反应，村民他走过来之前你就已经拆进去了。如果你这样叠起来的话，对于整个实战的防守会有非常大的压力。这个是很难叠的骑士，如果是草原骑兵的话，随便叠个100只都不是问题。刚刚说的几个例子主要是着重于把兵叠起来以后可以大幅增加输出。接下来我来讲一个防守用的，首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保护工程武器。有些新手可能会想要用方阵，也就是第2个阵型来保护重要的军事单位。我印象中这个好像是威廉·华勒斯教学战役里面介绍的，实际上这东西根本没用。先不说大部分的情况下敌人的近战单位其实都是进得来的，对于这些远程单位或者是老头，这样的方阵根本就防不到。其实在移动攻击出来以后，这个方阵的使用机会已经大幅下降了。未来讲解阵型跟控兵的影片我再详细的去介绍。要保护工程武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叠起来。一样就是我在它的上面巡逻，可是因为这支火炮它不是在我的这些骑兵里面，所以我如果巡逻的话，其实我怎么走它都会有碰撞判断，它会绕过这个火炮。具体的做法就是我巡逻以后，我再把这个火炮跟我的骑兵框起来，然后给他们想办法让它变成同一个阵型。那这样子我的火炮就被藏在里面了。这个时候对面的不管是弩兵啊还是老头，他如果想要点你的火炮的话，他是根本都点不到的。其实我自己也是点不到的，我只有这样框起来找，我才可以找得到。这支火炮就是很完美的被藏在里面了。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就是透过忽略碰撞来让少血量的单位脱离战场。例如这堆弩兵，假如我有想要让前面这支弩兵它因为被打了快没血了，我想要让它脱离战场，
那在原本的这种含有碰撞判断的情况下，它是会这样子绕一圈出去的，因为它后面有自己的单位会卡住，所以它必须从前面绕一圈出去。它本身就已经残血了，还让它这样子绕，这样它死掉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也是可以用忽略碰撞方法来更优化这个撤退的过程。那具体就是我一样，就是用巡逻或者移动攻击来让它攻击我要攻击的单位。然后，假如这一只在前线的女兵，我想要让它撤离，这时候我只要让它变成不攻击状态，它就可以很顺势的穿出来了。因为他们整坨东西其实还是在一个巡逻的状况，是彼此互相可以忽略碰撞的。所以我只要让它，这只没有，我只要让它变成不攻击状态，它就可以很顺势的穿出来。那这个对于这些军事单位在撤退其实是非常的有效的，而且敌人是肯定追不到你这一支穿过来，因为敌人不能穿过你的这些单位。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什么情况下弩兵会站 A？ 弩兵一定是一边走一边打，不可能会站在这边一直打。那其实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走 A， 也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啦。就是我透过这样子坚守岗位，它就会攻击。那我切成不攻击状态，它就可以走，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走一下，射一下，走一下，射一下。那这样子，它整体的这个走 A 的过程会比你用点的还要更顺一点点。有的时候走 A 我们就是想要它重新整队了，这个就见仁见智。不过如果说刚刚这种用攻击姿态来调整走 A 的方法，你再搭配就是刚刚说的残血的无碰撞撤退的话，那整个会非常的可怕，这样用起来敌人其实是非常难杀到你的单位的。不过这个对手速的要求特别的高就是了。那对于骑士来说也一样，它也是可以用刚刚这种无碰撞撤退，像影片比赛里面 Hera 用的这个坚守岗位巡逻。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敌人的骑士已经追上来了，对吧？我可以看到像这一只残血的这只被打的骑士，我只要让它变成不攻击状态，它就一定会撤回这个来来回回移动的过程。那这样子的话，这只骑士基本就是可以确保它保证能撤退，然后它就退回去里面。我重新再把它调回这个坚守岗位，它就有机会重新再上到前线去。而敌人原本攻击他的敌人，这个时候已经去攻击另外一只满血的骑士。我不晓得比赛中 Hera 他有没有微操到这么细啦，可能没有，因为这个对手速的要求真的是太大了。但即使没有手动的去拉这些残血的骑士，那本身这个骑士在把敌人砍死了以后，他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也受到一定的损伤。那他砍死敌人失去目标，他就会回到重新前后后这个高速旋转的状态，然后下一只补上来的可能是一只满血的，所以其实跟刚刚说的微操这个无碰撞撤退是有一点点差不多的意思吧。OK， 我们回到《三国无双》这部关于叠兵技巧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以后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也欢迎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人。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再会，拜拜。